跳哪个闸呀？这个闸漏着调。这是单独带那个机器的吗？那就看机器。哪一台机器？这是一台计数机。这个设备的电闸都拉下来了，那头的漏电保护器还是跳。我说是你设备的问题。找这个连线里。反正它有一个闸，它就是其他闸都不开吧，就开它这个闸，它就不跳了。虽然拉闸了，零线还有电？不是还有电，它还连着。我拆掉这个主零线。一支表笔插设备的外壳，另一支表笔来测这些分零线与外壳，标准100到头。这个漏电非常严重，要不然那个漏电保护器不会在这头都拉闸的情况下还会跳。零线漏电严重。只看一眼跳闸的是总闸漏电保护器，我就一头扎到他设备这里去查设备的问题。他们感觉很不理解，因为像他们这种设备有加热管，很多都是加热管出问题的多，所以我还是怀疑加热电路的问题。看了一圈，我决定从漏电这个零线开始查。这么多零线都压在了一起，当然应该不是所有的零线都漏电。我要拆掉这个接线头。还是一支表笔插设备的外壳，测量零线端，现在显示还是漏电，也不排除零线它有回路。测量拆下来这些线头，这一路100到头，其他都有轻微的摆动，就这一路。这一路 H2N 这一路，看看捋一下，兄弟捋一下这个 H2， 这一路 H2 加热电路去设备里边去了，去看一下设备后边应该有接线头，这个地方有出来的线管，线管进了线盒，打开这个线盒，看到了 H2N 这个线头，在这里测一下，对设备外壳，看是漏不漏电。表针100到头还是那样，漏电很严重的。顺着这个加热管线找，就是找到漏电的那组加热管。这个能打开？打开，能打开。这有个盖，打开能看到里边的加热管和接头。是不是线破皮了呢？还是加热管本身漏电呢？先扒拉一下看看，这些加热片、接线柱，这一路也是从这接过来的，都是接在一起的。那就拆掉这个加热片，有可能是这个加热片漏电。拆掉以后测量，不漏电，现在是不漏电。那是不是这个加热片漏电呢？测量一下这个加热片与设备外壳，也是不漏电的。这就很奇怪，拆开以后就好了。是不是动到了哪一根线，那个线有破皮的？确实这一块有破皮，但是没露出里面的电线铜丝。那漏电的地方在哪呢？再确定一下加热片与设备外壳，不漏电。那这块电线有问题吗？是破皮磨到外壳了吗？现在在测量原来漏电的这个线路与设备外壳，现在不漏电。反复看了，这个线皮没问题，漏电的在哪儿呢？很奇怪。把这块破皮的线给套了个蜡管，做了个绝缘，突然发现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，这个盖在往下盖住的时候，它会碰到里面这个接线柱螺丝，这盖是个铁的，正好能碰上，导致这个接线头与这个铁盖碰在一起。在这个盖上很明显能看到这一个点
就是与零线端子接触的地方，这个应该是零线端子。要是火线就直接打火爆了。这一块怎么处理呢？往上一盖就碰上，先给它垫上几层绝缘拉管，做一个防护。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呢？设计的时候不可能是这样设计的。虽然把螺丝上以后，再测量这个线是不漏电的，但这种现象以后还可能会出现。这种故障几年以前我处理过，它这有个螺丝固定这个风机壳的，这个螺丝松了以后，这个风机罩会往下滑，所以要把这个外罩往上抬。先把这上面2个内六角螺丝一松，然后把风机这个外罩往上提，里面的加热管是不动的，这个铁盖与那个接线柱就离开了一段距离，但时间长了它还会下坠，所以这是个隐患。下边看能不能垫上块东西，不让它下坠。关键得把这4个螺丝狠狠的紧一下，紧了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它这个固定的力量是可以的。它原来的螺丝固定的不是太紧，这样这个问题就应该解决了。再测这个零线与设备外壳，漏电的现象没了。然后把它原来的总闸给换上，把新的换下来。它这个不是电闸的问题，它不会再跳了。原来是一合闸就跳是吧？不是，原来是你这么着吧，它合不上一合就跳它根本就合不上，合不上。合闸送电了。好了，故障排除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打开配电箱，发现这个地线排打火，看什么情况造成的打火。这一根就是在楼上的那个移了4根线，这一根上在楼上，就这个带不起上边了，那个有灯烧2路了已经，烧了2路灯了。对，这是零线排，那是零线排，下边这是零线排。那你这是零线，然后你看这是个零线，这是个零线，蓝色的。那这个原因，蓝色的是零线，原因不是这个原因是？这是地线，地线带电。我是看明白了，烧的发黑的是进来的地线，这是个地线排，地线上是带电的。进来的主线3火1零1地，这个进来的主线是拉的一个明线，然后进入这个总闸分出去2路，一路是1楼的，一路是2楼的，很明显这个是总零线。那就看一下这个地线，1楼的电器没问题，2楼老是烧东西，我觉得跟这个地线有关系。它这个呲呲啦啦打火是在对箱体放电，打火的地方是固定这个螺丝的地方，它为什么会对箱体放电呢？可能是因为这个主地线是虚接的，1楼2楼是分开的，这3根火线是往1楼走的，然后它们的零线是接这了，这个蓝色的是1楼的零线，2楼的通过电闸这3根火线，这一根是地线，然后它的零线接在这儿了。那它对地排放电是几个意思呢？去2楼看一下，2楼有一个单独的配电箱，2楼零线排、进线、总闸，地线排在哪？地线排在这儿。是什么电器在对地线放电呢？现在也没开什么电器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性很大，是因为它的零地接反了，零线是地线，地线是零线，就是它零线和地线的颜色看着差不多，粗细是一样的，怎么来找出来哪个是零线哪个是地线呢？我先拉掉总闸，再来楼下的这个配电箱，找到2楼的地线，就这一根，
地线都烧成这样了，应该是虚结发热导致的，线没压紧。那我就掐断往楼上走这个地线，把这个地线拽出来，掐断，测一下火线与掐断这个地线之间的电压，电压100多伏，不到220。再测一下这个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，220伏，这个电压是正常的。上2楼测零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，不到220伏，100多伏，和刚才测火线与地线的电压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它这个零线接的是地线，不出我所料是线接错了。这其实是一个地线，它接到了零线排上。那下边这个地线排与火线之间的电压220伏，地线接零线，零线接地线，这又是一个零地接反，地线虚接导致的烧坏电器的现象。这个接的地线其实它是零线，把这个线接到零线排上就可以了吗？而它这一根其实是地线，它接到了零线排上。那这个固定螺丝往箱体的固定螺丝迟迟的放电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会对箱体放电呢？测一下地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，看这个地线220伏，这个地线还是可以的，它这个地线和零线粗细一样，颜色也差不多，所以没注意就接错了呗。正当我想把上面的地线接到下边地线排的时候，我发现了问题。下边这两个，一个地线排，一个零线排。您看这个其实是个零线排，这里标这个 N 是零线排，这才是零线排。而这边是个接地排，这里有个接地的标志，看不大清楚啊，是个接地排。接地排它有个固定螺丝是固定在箱体上的，和箱体固定在一起的，和箱体是通的。零线排它与箱体是不通的，所以我得把零线给倒过来，它这个接零线是不对的。因为这个箱体现在是和零线是通的，和主零线是通的，所以这个地线排会对箱体放电，就是迟迟打火。这个得停电缆线的电，把下边零线和地线导一下。去配电室找到了往他们家走这一路线，看一下它这个地线是压在了地线螺丝上，但是没看到主地线呀。也就是说它这个地线是压在了配电箱外壳上。拉掉电闸，测一下还有没有电。然后这一头我把零线，把1楼2楼的零线直接和这个主零线接在了一起。这个地线给它压在下边的这个地线排上。那个零线为啥不压这个端子排呢？因为我对这种东西不大放心。有的材质不好，时间一长很脆，一压螺丝嘎嘣就断了，所以我感觉手接的可靠，然后它上边用电量也不大。这样合闸送电，再看一眼这个端子排，就是因为它把2楼的房东要整崩溃了。可以正常用电了。以前老是爆是吧？对，爆了2次，还起火了1次还起火1次。这次不用担心了。好了，检修完成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